帅气的蓝冰竟然被老妈逼着来参加什么非诚不找大型相亲节目，要不是因为参加相亲节目可以激活系统的份上，蓝冰才不会来呢。没错，蓝冰是一名平行世界的穿越者。上一世蓝冰是一名小说写手，擅长写破案类的小说，但心中却有一个警察梦。为了满足读者一日 N 更的需求，蓝冰连续1周每天爆更3万字，结果劳累过度，突发心梗，嘎了，享年28岁。我下辈子再也不要写小说了。后来，嘎掉的蓝冰穿越到了平行世界，成为了一名实习警察。没想到这一世真的当上了警察，嘿嘿。蓝冰穿越过来的时候，携带了一个超级神警系统，但激活系统的条件就是需要参加一次有上百万人观看的相亲直播。谁懂啊？为何要设定这样的激活条件？蓝冰，马上就到你上场了，请做好准备。欢迎来到非诚不找，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蓝先生。谢谢，大家好啊。蓝先生，请选择你的心动女生。这个好，明星脸，身材又火爆，就这个4号女嘉宾马娜。好，下面有请24位女嘉宾做出选择，留灯还是灭灯？请选择。千万别全面，我这么帅，给点面子。3、2、1，停！恭喜蓝冰，24位女嘉宾全部为你留灯了。啊，嘿嘿，就喜欢你们这没见过世面的样子。接下来是男嘉宾自我介绍环节，请看 VCR。我叫蓝冰，是龙国贵省南市的一名实习警察。当蓝冰说到自己是实习警察时，已经有一部分女嘉宾选择了灭灯。当蓝冰说到他的实习工资只有3000块时，这有必要这么现实吗？月薪3000，太少了。这一波灭灯潮下来，只剩下一位女嘉宾还亮着灯。幸好没有悬念。马娜，可以说说你为什么选择灭灯吗？主持人故意有选择的问4号女嘉宾马娜，因为马娜是蓝冰选的心动女生。男嘉宾3000的工资还不够我买一瓶化妆品的钱，要不是男嘉宾长得还不错，我第1轮就灭灯了。我可是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，也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哦。没想到4号女嘉宾马娜清纯的外表下，竟然是这么个实诚的外形。现在的女人都被短视频给毒害了，把年入100万作为找男人的标准来。现场突然响起一声类似爆炸的音效，刚才给蓝冰留灯的女嘉宾按下了爆灯键，表示女嘉宾特别喜欢男嘉宾，愿意跟他牵手谈恋爱。哇哦，7号女嘉宾选择了爆灯，蓝冰你现在就可以过去把女嘉宾带走了。这就牵走了？开玩笑了吧？这时，舞台的灯光师把聚光灯给到了7号女嘉宾。这居然是一个又矮又胖又丑的老女人，年纪和我妈都差不多了。老弟，别慌，他们嫌弃你没钱，姐不嫌弃，姐看中的是你的人。你是不嫌我没钱，可我嫌你又老又丑又胖。主持人，男嘉宾看来是对我还够了解，请你播放一下我的 VCR。她年仅45岁，已是身家上亿的公司老总。她是一个敢爱敢恨的女强人。她是个有故事、有背景的魅力女人。这个 VCR 也太辣眼睛了，只有一个信息：我是单身亿万富翁，放上我，你衣食无忧。蓝先生，如果你喜欢7号女嘉宾，可以直接带走她；如果你仍然坚持选择心动女生，请过去把7号女嘉宾的灯灭了。此时直播间的弹幕已经炸裂开了，在线观看人数突破了100万。恭喜宿主完成了一次有上百万人观看的相亲直播，超级神警系统激活。首次激活有额外技能赠送，相貌复原技能。相貌复原技能是什么？相貌复原技能即宿主只需看一眼别人的脸，就知道他们的脸是否整容过、伪装过，还能复原他们原来的相貌。行，这个技能听起来还不错。蓝冰走到了7号女嘉宾的面前。老弟，只要你跟姐牵手，明天我就送你一套房。蓝冰最终还是无情的选择了灭灯。既然男嘉宾选择不牵手7号女嘉宾，那么现在来到我们相亲的最后一个环节，表白心动女生。虽然现在男嘉宾的心动女生已经选择灭灯，不过如果男嘉宾的表白让心动女生心动，还是有机会牵手成功的。有请男嘉宾的心动女生4号女嘉宾马娜。只见马娜穿着低胸吊带连衣短裙，身材玲珑浮凸，2条白皙的大长腿脚踩着10厘米高的水晶凉鞋，性感而不失优雅。蓝冰，开始你的表演。我蓝冰，今年24岁，是一名实习警察。我的工资虽然不高，但我热爱我的职业，惩奸除恶，为民除害是我的责任。成为我的女朋友，我可以保证你的安全。不好意思，我不想做警察的女朋友。我还没表白完，这也太不给我面子了。蓝冰通过系统刚刚赠送给他的相貌复原技能，仔细看了一下马娜的相貌，这不看不知道，一看便知道。慢着，你被逮捕了！表白被拒，当场逮捕女嘉宾。现场的所有人乃至直播间的上百万观众都被蓝冰的举动给震惊了。怎么，警察就可以肆意妄为吗？表白被拒就可以打击报复，随便逮捕人吗？喂，刘队，我在南山路电视城23楼非诚不找的节目现场，抓了一名涉及上亿电诈案的在逃诈骗犯人，已经被我控制住。
马娜听后脸色顿时吓得惨白。什么？你说涉及上衣店诈案的在逃诈骗犯？好，我就在附近，马上就赶来。好的，队长。很快，刘伟带着几个警察来到了节目现场。蓝冰啊，你说这个女的是个诈骗犯，她叫什么名字？是哪个案件的在逃犯？去年轰动龙国的缅北311店诈案，这个女的是主犯之一，叫米如。你说的是这个通缉犯米如吗？一点都不像啊。对呀，蓝冰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刘伟看着平板电脑上米如的照片，又看了看马娜，这事可大可小啊。要是抓错了人，我这警察算是做到头了。听说这个节目在网上可是有上百万人在看的。队长，我没有搞错，他的确就是在逃通缉犯米如。好，既然你这么肯定他就是米如，那我就拿自己的前程赌一把，把他逮捕回去审问。各位观众，这位女嘉宾是我们的一桩诈骗案的嫌疑犯，我们需要带她回去询问，过后我们会发通告，请大家留意。回到江南分局后，法医提取了马娜的 DNA 进行比对，结果证明马娜就是货真价实的在逃诈骗犯米如。在证据面前，米如彻底傻了，只好如实交代了一切。蓝冰，局长已经跟我透露了，上头发给咱们组里每人1万的奖励，明天你的实习期也即将结束，放心转正没问题。局里明天会正式宣布转正名单，肯定有你。不仅可以拿1万奖励，还能转正。嘿嘿嘿，谢谢组长。因为蓝冰的身体素质较差，正常来说这批转正人员不可能有他的，但因系统赠送的技能，让蓝冰做梦都没想到，居然这么快就顺利转正了。回家路上，蓝冰骑着自行车一路狂奔，心情甚是畅快。想到明天他就可以正式成为有编制的警察，蓝冰觉得他晚上做梦都能笑醒。恭喜宿主抓捕在逃通缉犯1名，奖励抽奖送技能1次。抽奖，来吧，抽一发。恭喜宿主抽到嗅觉技能，技能即刻开启。蓝冰揉了揉鼻子，感觉到他的嗅觉变得灵敏无比，连从路人身上飘散出来的香水味，他都能闻得出成分来。第二天，蓝冰健步如飞地走进江南分局。陈丽，发生啥事了？世纪历城发生了严重火灾，死了3个人，局里让我们去维持现场秩序。蓝冰，你来的正好，你也跟着去吧。好呀。来到世纪历城小区的24栋，带头是刑侦2队的队长李琦。怎么这么多人围观？李老，你来了。现在是什么情况？事发的楼层在18层，现在火已经扑灭，现场死了3个人，1个妇女和2个小孩，初步怀疑是电器着火引起的，这应该是一桩意外。具体我还得上去看看。李琦带着刑侦2组来到事发的1808号房，刘伟和蓝冰来到1818号房门口后，他们没有进到里面去，而是在门口守着。这是一桩普通的火灾事故，起火原因是手机充电器爆炸所引发。这是一场有预谋的火灾。小伙子，你说这是一场有预谋的火灾，你有什么根据吗？李老，他新来的不懂规矩，随口乱说的，你别介意。李琦可是江南分局的神探，下的结论从来就没有错过。我不要听你说，我要听小伙子说。蓝冰，你可想好了再说。好的，这场火灾烧得太严重，太彻底了。如果不是有助燃剂，根本不会烧成这样。助燃剂？蓝冰便通过嗅觉技能闻出了空气中有助燃剂的成分。小伙子，那你能判断出助燃剂放在哪些地方吗？可以，跟我来。李琦不敢掉以轻心，让刑侦2组的人在蓝冰所指出的有助燃剂的地方收集了一些检材拿回去化验，结果证实蓝冰所说的每一处确实都存在有助燃剂。江南分局立刻成立了518专案组，组长由李琦担任的。这次我要让蓝冰加入专案组。李老，你确定要让这个从警才1年的年轻警察加入？他的资历也不够啊，我怕大家不服他。资历不代表能力，我资历够高了吧？但我愣是没有发现现场有助燃剂，这小子天赋异禀，是块干刑侦的料。好吧，我批了。蓝冰啊，恭喜你加入了专案组，李老如此器重你，看来你以后加入刑警队那是早晚的事，以后可别忘了我们哟。组长，您可别抬举我了，我就是瞎猫碰到死耗子罢了。瞎猫碰上死耗子，碰上1次我相信，但是连着碰上2次我是不相信的。你在我们反扒组这么久，我竟然没有发现你有这么多隐藏的技能，你小子适合当刑警，我看好你。518专案组会议室，各位都说说看，对世纪历城火灾案大家有什么看法？李老，我觉得凶手在房间里布置了那么多助燃剂，很明显就是想要屋子里面的人没有生还的可能，我觉得是仇家报复。那你觉得凶手有可能会是什么样的人？首先可以排除的是女死者的丈夫林胜斌，因为案发期间他人远在千里之外的海市，即使他案发期间不在南市，也不能排除他就不是杀人凶手。哦，蓝冰，你有什么新的看法？李老，我觉得是熟人所为。1. 门窗没有被撬过的痕迹。2. 助燃剂放置在沙发地下等隐蔽的地方，很明显凶手是早有预谋制造这场火灾，绝不会是在着火的时候匆忙放置助燃剂。而且通过监控，在发生火灾的前后，并没有见到过有嫌疑人进入过1808号房。蓝冰，你有怀疑对象了？我想亲自审一审女死者的丈夫林胜斌。那好，
我这就安排。李警官，我的妻子和孩子死得好惨啊，你们一定要为做主啊。李先生，您冷静一下，我们到询问室坐下说。李先生，案发当日你到海市是去干什么？我去进货，我是做服装生意的。蓝冰突然站了起来，走到林胜斌身前嗅了嗅，然后走回去了座位。李老，我有话跟你说，咱们出去一下吧。林先生，我们先出去一下，你在这稍等一下。李老，我有90%的把握，林胜斌就是凶手。你为什么这么肯定？说说你的理由。我闻到他身上有和火灾现场成分一模一样的助燃剂气味。你确定？确定。行，那我就赌一把。李琦和蓝冰接着回到了询问室。林胜斌，我们怀疑你与火灾案有关，我们将暂时拘留你配合调查。我需要拿你的外套去化验。你们凭什么拘留我？我是受害人家属，我要见我的律师。任凭林胜斌怎么叫嚣，最终还是被2名警察按住脱下了外套。法医蓝如拿过外套后，急忙赶往化验室。几个小时后，蓝如急匆匆地拿着化验单来到了518专案组会议室。怎么样？化验结果如何？李老，我们在林胜斌的西装外套上确实提取到了助燃剂，可以确定和火灾现场的是同一款助燃剂。什么？这人心机太深了，细思极恐啊！十足的伪君子。谁说不是呢？这林胜斌演的也太逼真了，刚才看他哭得双眼红肿，我还真以为他是为妻儿的死伤心呢。他的伤心不是装的，他是真的伤心，不过不是为他的妻子，而是为他的2个儿子伤心。大家从蓝冰那坚毅的眼神中看出，蓝冰不像是在开玩笑。刚才我看了林胜斌父母的笔录，他们一直重复说他们很后悔案发那天没有听林胜斌的话，去幼儿园接2个孙子回他们家。你的意思是林胜斌早已经预料到那天家里会发生火灾，所以让他的父母提前把孩子接走，打算只烧死他的妻子。非常有这种可能，但林胜斌没想到他的父母因为临时有事没有照办，这才导致火灾把他的2个儿子也被烧死，所以他才会这么伤心。我说嘛，虎毒还不食子呢。蓝冰，你这么一说明白了，那林胜斌的杀人动机是什么？这类案件大多不是为情就是为财。蓝冰，你觉得这个案件会是哪一种？我觉得既为情也为财。哦，你为何这么觉得？首先说他为情是因为他已经婚内出轨，在外面养了小3。你是怎么看出来的？有个女的几乎在林胜斌番茄每条动态下都点了赞，然后我去这个女的主页查看了一下，她发的番茄动态很多图片背景竟然和林胜斌发的图片背景一致，所以我怀疑这个女的就是林胜斌在外面养的小3。其次说他为财，是因为从林胜斌的岳母口中得知，林胜斌的妻子曾经跟他的父母说过他有离婚的念头。林胜斌是做服装生意的，这些年赚了不少钱，而他的妻子只是一个人老珠黄的全职家庭主妇，离婚的话会分走他的1半财产，他肯定不甘心。现在案件已经很明朗了，不过现在林胜斌已经请了律师，按照相关规定，所以我们要在48小时内找到林胜斌谋杀他妻子的证据。46小时过去，李琦和蓝冰再次提审林胜斌。再过2个小时，你们就得放我出去，到时候我会在网上曝光你们警方的无能，随意逮捕拘留受害人家属。林先生，我看你是没有这个机会了，你的情妇沈月已经招供，而且我们调查过引起火灾的充电器是你叫朋友改装过的。听完蓝冰的话，林胜斌彻底瘫在了审讯椅上，最终交代了自己的罪行。但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林胜斌的杀妻计划还是被蓝冰给识破了。这是你大姨她老公的妹妹的女儿的同学帮忙介绍的，人家看了你的照片后非常满意，说想约你今晚单独见个面。妈，经了这么多手介绍的，靠谱吗？518火灾案告破后，专案组解散，蓝冰重新回到了反扒组。局里上上下下没人再敢小瞧蓝冰，上级给予了蓝冰5万块的奖励，同时授予他个人3等功的荣誉。获得如此光宗耀祖的荣誉，蓝冰第一个想要分享的人自然的是他的老妈张秀芳。自从蓝冰的父亲遭遇车祸意外去世后，老妈含辛茹苦把蓝冰养大，让蓝冰在成长中感受到了家的温暖。局里食堂的饭菜虽然好吃，但哪比得上老妈亲手做的美味佳肴。别着急，看把你饿的，我儿子长得这么帅又这么能干，我很欣慰呀。只不过怎么现在还没找到女朋友啊？妈，这是不能急啊，不是我不想找，您看看上次给我报的那个什么相亲节目，都是些个啥人啊？妈，我看你就是对这事不上心，我打算再给你相亲。妈，可别，您饶了我吧，因为上次参加那个什么相亲节目，我现在都已经成了网络红人了。哈哈哈，我哪知道那个节目这么不靠谱，连通缉犯都让参加。不过妈这次给你找的相亲对象绝对靠谱，这是你大姨她老公的妹妹的女儿的同学帮忙介绍的，人家看了你的照片后非常满意，说想约你今晚单独见个面。妈，经了这么多手介绍的，靠谱吗？怎么不靠谱了？我听说这姑娘在外企工作，人长得肤白貌美大长腿的，你去见上一面，我保证你见了她后肯定会喜欢上她。行，那我去。晚上，蓝冰按照相亲对象发给他的地址，来到了百盛练歌房。欢迎光临，先生，请问你要去哪个包厢？这前台小姐姐这短裙，身材像我的哇塞，希望相亲对象不要比她差，不然我就跟这个小姐姐相亲带回家了。喂，
先生。哦，你好，666号包厢。好的，先生，请随我来。你好，先生，这就是666号包厢。这是一个豪华包厢，空间很大，装修的金碧辉煌的。此时沙发上坐着一位长发美女，绝对的绝世美女，而且是位身材高挑的美女。只见长发美女穿着白色衬衫和黑色百褶裙，一双美腿白皙修长，在灯光下闪烁着诱人的光泽。为何见了我要戴上口罩？难道她有传染病？你是谁？你怎么进来了？哦，我是你的相亲对象，我叫蓝冰。你不是看过我的相片了吗？难道我本人跟相片差别很大？我见过你的照片吗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还没见过。我妈这是赶鸭子上架，着急麻慌的就让我过来相亲，我连你的名字还不知道呢。那你介绍下自己吧。我吧，也就是一个小警察，我无房无车，刚转正，月薪5000，我这1个月的工资可能还不够付这间包厢的费用。我知道你是看不上我的，我喝杯酒就走。蓝冰拿起桌上的酒杯，然后主动和长发美女碰了一杯子，仰头一饮而尽。这个包厢的费用多少？10万。我那个乖乖，我月薪5000，一年下来才6万块，连人家1晚的包厢费都不够。不过好在你破案有功，上头奖励了5万块，付1半包厢费还是够的。既然咱们是相亲，这钱不该让你一个人出，咱们 AA 吧，我出5万。你确定？我确定啊，虽然我钱不多，但5万块我还是拿出来的。你还是先看看我的脸，再做决定吧。天哪，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漂亮的女孩子，简直跟仙女似的。怎么和一个明星长得那么像啊？通过相貌复原技能的鉴别，她的脸明明是原装的。你不就是国民女神柳亦菲？是的，我是柳亦菲。哎呦我去，我竟然和当红明星相亲了，老妈也太给力了吧！蓝冰还没回过神来，她的手机突然响了。喂，是蓝冰吗？我是李瑶，你的相亲对象。我在6666号包厢等你很久了，你到了吗？啊，是6666号啊，知道了，我马上去。那个不好意思，我走错包厢了。哎，如果我和你相亲，你会看得上我吗？亦菲小姐，你别跟我开玩笑了，咱们是2个世界的人，要不是我走错包厢，咱们可能永远都不会有交集。打扰了。这个叫蓝冰的大男孩还挺有趣的。逃出666号包厢后，蓝冰根据迎宾小姐的引导，来到1楼的6666号普通包厢。里面人满为患，蓝冰仔细算了一下，一共有21个人，包厢里的人干嘛的都有，打麻将的，喝酒猜拳的，唱歌的。一个化着浓妆的女子扭着腰肢走了过来。帅哥，不用看了，是这里，我就是李瑶，没想到你本人比照片还帅。这些人是？哥，我来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最好的闺蜜，这是我的同事，这是我的三姑六婆，这是我的表妹大舅，这是我的弟弟堂妹。听完李瑶的介绍，蓝冰彻底懵逼了。有谁会第一次相亲就叫这么一大帮人来蹭吃蹭喝的？真把我当冤大头了。李小姐，我觉得咱们俩不太合适。为什么？我觉得挺合适的。你长得帅，我长得漂亮，咱们生下的娃肯定颜值高。这不是颜值问题，是咱们的三观不合。三观不合？啥叫三观不合？你想要什么样的三观，我可以迁就你。不好意思，不合就是不合，你没有必要迁就我。此时，李瑶带来的亲朋好友已经吃饱喝足玩够，一个个嚷嚷着要走。在门口等候多时的服务员和大堂经理适时的推门而入。各位，这是要走了吗？废话，我们吃饱喝足，当然要走了，难道还留在这里过夜啊？那先生，你是刷卡还是扫码？我说你这啥眼神？我是亲友团的，结账你找相亲的那2人去啊。大堂经理走到了蓝冰和李瑶面前。先生，小姐，你们俩谁结一下账？多少钱？一共是66667元，图个吉利，你们付66666元就行了。祝你们早生贵子。6万多块，这帮人还真能造。你们谁结一下账？他结。像你这样的男人，活该一辈子单身，活该没女人要。谁说他没人要？我就要。帅哥，你愿意做我的男朋友吗？先生，你是要刷卡还是扫码呢？扫码。李瑶见冤大头蓝冰答应结账，心里总算松了一口气。番茄到账3100元。先生，我想你可能是听错了，包厢的消费金额是66666元，不是3100元。呵呵，你没有听错，这个包厢加上我一共有22个人，66666元除以22，大概等于3030元。我吃点亏，我出3100元，其余的你跟他们要吧。李瑶听后，脸色立即变得铁青起来。说什么也要让蓝冰把账给结了。蓝冰，你还是不是个男人？哪有你这么抠门的？相亲还要让女生结账？我是不是男人你还不知道吗？但不好意思，我可不是个冤大头。我不管，反正我们这是相亲，我看上了你，你就该结账。听到这边的争吵，李瑶的亲友团加入了战队。小子，你还算个男人吗？相个亲还要你的付钱，真丢男人的脸。看你斯斯文文的，以为你是个大方得体的人，
没想到这么抠搜，你配不上我们家李瑶。小子，别说我们不给你机会识相的马上结账走人，我的脾气可不好。你也不想想看，我们这里有20多号人，一人踩你一脚就能把你踩成肉饼。手铐，你是警察？不是警察，谁能随身带这个？李瑶，你咋不说你的相亲对象是个警察？我只知道他是个公务员，也不知道他是警察。恐吓、霸王餐、聚众闹事，你们想以哪个罪名上警局？不敢。我们刚才是跟警官开玩笑的。李瑶的亲友团纷纷认怂，李瑶见状只好自认倒霉，刷了信用卡结账。蓝冰，你就是龙国最抠门的人，比葛朗台还抠门。像你这样的男人，活该一辈子单身，活该没女人要。谁说他没人要？我就要。帅哥，你愿意做我的男朋友吗？乐意至极。柳一飞挽着蓝冰的手离开了百盛练歌坊。这不太真实啊！我居然被美女明星主动表白了。谢谢我吧，我刚才帮你赚了这么大的面子。他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他刚才只是在演戏？谢谢，你的演技真好，我差点信了。是吗？听你意思，有点小失落啊。我刚才说让你当我男朋友，也不全是假的。什么？这还能一半假一半真？我想让你当我的男朋友不假，但我需要的是假男朋友。假男朋友？这是搞什么呀？柳一飞接着说出了自己这么做的缘由。原来美女明星也会被催婚。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，我现在被我妈催婚，都催得我都失眠了。你说吧，这个忙你帮不帮？帮，当然帮。就冲你刚才帮我赚了这么大的面子，我也得帮你不是？不过我也有个小忙想让你帮我。什么忙？做我的假女朋友。没想到某人也被催婚了。哎，我妈都逼我相亲10几次了，还逼着我上什么相亲节目，非诚不着。原来你就是前段时间爆红的那个在相亲节目逮捕女嘉宾的警察。我说怎么看着有点面熟，你还真够生猛的。那找我这样的男朋友，你是不是怕了？怕什么？我又不做违法犯罪的事。再说我让你当的是假男朋友，你可别想歪了。我没想歪啊，我是怕你想歪了，到时候假戏真做爱上了我。哟，某人看着老实憨厚的样子，没想到这么自信，我还怕你假戏真做爱上我呢。我柳一飞怎么着也是国民女神，哪个男人见了我不神魂颠倒？走，我们去停车场吧。干嘛？到我的车里去，咱们得通一下气，了解一下对方，免得下周见了我父母露馅。两人来到了停车场后，都说女明星有钱，没想到柳一飞这么有钱，这辆豪车少说也要5、600万吧？上车啊！哦。柳一飞转头朝蓝冰抛了一个媚眼，然后启动了汽车。蓝冰被柳一飞的一个媚眼变得心跳加速。这么下沉的空间里，哎，再加上他那性感火辣的身材，真是……你往哪看呢？我是男人，爱美女是本能反应，好吧？你倒是真实诚。接着两人在车上聊了许多，商量了一些细节。聊得差不多后，柳一飞把蓝冰送回到警察公寓的大门前。蓝冰，别忘了下周日到我家吃饭哦。好的。蓝冰这傻小子也有不好意思的时候。晚上，蓝冰做了个年少轻狂的梦，都怪柳一飞。第二天醒来，宿主，咱们又见面了，恭喜宿主侦破518火灾案，奖励技能抽奖1次。来，抽啊！恭喜宿主抽到再抽3次，这运气还不错，可以抽3次。接着蓝冰连续抽了3次奖，获得格斗技能、射击技能、快速观看技能。格斗技能和射击技能好理解，这个快速观看技能啥意思？快速观看技能即宿主在观看视频时候，可以以 M 倍速观看，并且不会错过每一帧的画面。不错，听起来这个技能还挺炫。蓝冰和往常一样走进江南分局，迎面走来的同事个个都对蓝冰恭敬有加。蓝神探来了，我今天买多了杯拿铁，放你桌上了。蓝哥，你之前想看的那几本书，我帮你借到了，放你桌上了。蓝冰，听说喜欢吃煎饼果子，我有个亲戚正好是做个的，我给你带了份。大家这么殷勤，搞得蓝冰怪不好意思的。回到反扒组后，蓝冰屁股还没坐热，李琦便来了。很明显，他有意把蓝冰招进刑侦2组，当做接班人的培养。蓝冰，恭喜你啊！我说过你迟早会进刑警队的，没想到会这么快。以后可别忘了咱们反扒组的兄弟啊！我不想去后勤部。虽然你不是真正的刑警，但你进了刑侦2队，待遇也是一样的。组长，你误会了，我不是不想去刑侦2组，而是不想以后勤人员的身份去。我想通过局里的考核，堂堂正正成为一名刑警。好，有魄力，有我当年的风范。过几天局里正好要开展一场刑警考核，从众多普警中选出3位各方面拔尖的人才，加入到刑警队伍中。蓝冰，你有信心吗？有。
几天后，刑警考核正式开始。因为有系统的各种技能傍身，蓝冰的考核成绩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。射击成绩100分，格斗成绩100分，勘验现场成绩100分，案件分析成绩100分。蓝冰最后以总分第1的成绩，正式成为了一名刑警，加入了刑侦2队。刑侦2队一共有7人，队长李琦，副队罗琳，队员有洪熙、蓝如、池深、苏康、蓝冰。队长李琦因为要去京城的警察大学演讲，便让罗琳暂代队长，蓝冰暂代副队长。李琦离开去京城的第2天，刑侦2队便接到一宗恶性杀人案，在江南区的一栋老旧居民楼里，一名年轻的女子被残忍杀害。蓝队长来了，刘组，我只是暂代副队长，这位才是我们的暂代队长罗队。现在是什么情况？你好，罗队，死者叫叶霞，27岁，是一名舞蹈教练。报案的是死者的丈夫，他说昨晚在公司加班没有回家，第2天早上回到家后就发现妻子惨死在床上。知道了，你们在这维持秩序，不要让任何人上去，破坏了案发现场可是你们的责任。等刑侦2队的人都上楼后，刘伟不满的小声嘀咕：牛什么牛，不就是个暂代队长吗？以蓝冰的能力，这队长迟早是他的。涉案的是一栋老旧的楼房，附近没有监控设施，死者所在房间是在7楼的702号房。还没走进屋里，蓝冰便闻了一股浓重的血腥味。房间里至少有2斤以上的血液暴露在空气中，而一个成年人失血量超过1.5斤就会有生命危险。走进卧室，只见女死者全身赤裸仰躺在床上，胸口上插着一把刀。我从警20多年，这是我见过最残忍的案发现场。大家好好勘察现场，不要放过任何一个角落，把案子破了，才能让死者安息。是。勘察完现场后，大家回到了刑侦2队的会议室讨论案情。根据我的初步勘验，被害者胸口插的那刀不是致命伤，是凶手在被害者死后插上去的。被害者死亡的原因是失血过多，他身上的刀伤是被害人清醒的状态下被一刀割的。蓝如38岁，是个经验丰富的女法医。蓝如对被害人的死因判断倒是和蓝冰的判断一致。在活着的时候被一刀割，想想都觉得恐怖，这也太残忍了，这凶手绝对是个变态。池深，你怎么看？在蓝冰还没加入刑侦2队之前，池深可是队里的香饽饽，他是警校的高材生。凶手的作案手法如此残忍，很显然是对死者有着深仇大恨，才会用这样极端的手法来宣泄内心的怨恨。我个人比较倾向于情杀，我们只要从被害人的社会关系入手，我相信很快就能找出嫌疑人。好主意，池深果然厉害，不愧是警校的高材生。好，那就先从被害人的社会关系查起。罗琳立即下达命令，也没有征求蓝冰的意见，但蓝冰觉得池深的分析并不全面。好局，罗队，现在是什么情况？案件有进展没？上头很关心这个案子。案件已经有眉目了，很快就能水落石出。好，那这个案子需要多少天能破？3天，好局。对，3天。嫌疑人方面我们已经有了方向，很快就能把凶手揪出来。哟呵，这不学我吗？还3天，看你们到时候破不了案怎么办？好，那我就等着你们的好消息。罗队，你可别让我失望。放心吧，好局，保证完成任务。根据他们的调查了解到，叶霞是个恪守妇道的女人，社会关系也很简单，平时就是工作家里2点一线，没什么异性朋友，更别谈出轨什么的。而她的丈夫也是个老实本分的人，平时也不沾花惹草。这么一来，池深对案件的情杀判断就有些站不住脚了。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兰市江南区一栋7层老旧居民楼中又发生了一起命案，死者叫康红，是一名白领，25岁，单身，独居。凶手的作案手法和叶霞案如出一辙。晚上，刑侦2组会议室，罗琳眉头紧蹙，忧心忡忡。他刚跟局长夸下海口，3天之内必破案，现在前面的案子还没破，又出了一桩命案。这时他才想起李琦临走前对他嘱咐，李老让遇到案子时多问问蓝冰的意见。蓝冰，你怎么看？2起案件，凶手的作案手法极其相似，且在排查2名被害人的社会关系时，均未发现有嫌疑人。我觉得不像是熟人所为，这应该是一起连环杀人案。从2个案发现场可以看出，凶手的犯罪手法正在一步一步升级。他敢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接连犯案，还敢在案发现场逗留喝酒，很明显就是在挑衅警方。这孙子也太嚣张了吧！洪熙，你冷静点，先听蓝冰说完。经过蓝冰的这么一分析，罗琳觉得蓝冰确实有些料，有些后悔怎么不早些问问蓝冰的意见。我觉得叶霞的案子绝不是凶手第一次犯案，因为他太冷静了，现场关于他的痕迹一点都没留下。不过世界上就没有完美的犯罪，我觉得凶手极有可能是一个经验丰富的飞贼。我们可以调查一下南市近段时间发生的翻窗入室盗窃的案件，或许能得到更多的线索。蓝冰，你的分析相当有道理，就按你说的去办。还有，凶手很有可能还会再犯案，我们需要增加街道的巡警，以防命案再次发生。我也这么想的。罗琳开始对蓝冰有些佩服起来。别看蓝冰年纪不大，做起事来却比我还沉稳老练。翻窗入室盗窃的案件一般是归反扒组管，蓝冰之前就是反扒组的人，由他去反扒组调查盗窃案，那是再合适不过的。蓝冰和池深来到了反扒组，
蓝冰，没想到咱们反扒组还能参与命案的侦查，这案子要是破了，是不是咱们反扒组也有功劳？那是当然了。我说什么来着？蓝冰走到哪都是咱们反扒组的人，立功也想着咱们。咱们时间紧，任务重，你们要叙旧就另找时间。给我把最近1年发生的盗窃案卷宗都拿来我看看。对于蓝冰认为凶手有可能是飞贼的推测，他并不认同。这1年发生的盗窃案有好几百起，你确定全部要看？我们就要全部都看。那你们不知道要看到猴年马月才能看完了？我乐意，你管不着。我们刑警查案，你们辅警无权过问。你那晚大约睡到凌晨2点钟的时候，当我睁开眼睛时，看到了一个黑影正拿着一把刀一动不动地站在我的床边。蓝冰看到池生和罗琳扛了起来，赶忙上前解围。刘组不用全部都看，你就把在一些老旧居民楼发生的飞窗入室盗窃案整理出来就可以。好，看看，这才叫办事效率。蓝冰看完这些盗窃案的卷宗后，对其中一起案件起了疑心。刘组，这宗案件你还有印象吗？哦，你说的是于丹的案子啊，也就是你去专案组那段时间发生的。这个案子其实没什么特别的，就是一桩普通的飞贼入室盗窃案。要说有什么特别的话，那就是飞贼盗窃的时候被女主人于丹发现了，然后飞贼被吓得灰溜溜的从门口逃走了。这飞贼胆子这么小，怎么看也不像是连环凶杀案的凶手。我觉得不尽然，通常连环杀人犯的第一次行凶时和普通人一样，胆子都比较小。我想去问问这个于丹一些细节。要去你去，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，还不如直接去问那些老油条飞贼，这样消息来的还快些。那你请便。查案过程中，大家有分歧是很正常的，毕竟谁也不敢打包票自己的判断就一定是正确的。离开反扒组后，池生和洪熙去询问了一些有前科的飞贼，蓝冰则和刘伟来到了于丹的家里。那晚大约睡到凌晨2点钟的时候，当我睁开眼睛时，看到了一个黑影正拿着一把刀一动不动地站在我的床边。我被吓了一跳，大叫了一声。那个盗贼好像也被吓到了，扔掉了刀，然后逃跑了。那你看清楚那盗贼长什么样了吗？看不清楚，他好像蒙着脸，只露出2只眼睛。他的身材你还有印象吗？长得高还是矮？胖还是瘦？长得不高，有点瘦。他当时有说过什么话吗？他逃跑的时候好像说什么我迟早要杀光你们这些粉头。粉头在古代一般是对小姐的一种称谓。难道这个盗贼仇恨小姐？于丹只是一个会所的迎宾小姐，并不是做那个的呀。这飞贼为何要对他行凶？好的，如果再有什么记起的话可以联系我。询问完于丹后，蓝冰回到了江南分局的停尸房。这时法医蓝如正好解剖完叶霞和康红的尸体。蓝姐有什么发现吗？死亡的结论和我之前判断的一样，都是失血过量而死。不过解剖后，我发现2名死者有肺水肿、黏膜血管收缩、骨骼肌和冠状动脉、肝脏血管扩张等等情况，这些说明这2名女死者临死前处于极度恐惧的状态。这个凶手实在是太变态、太残忍了，简直不把他们当人看。在古代凌迟之所以被称之为极刑，是因为这种刑法不仅在肉体上让受刑者感受到剧烈的疼痛，在精神上也会受到极大的摧残。蓝冰突然好像发现了什么。蓝姐，你看这2名女死者的脸上是不是刻有一个小小的字？还真像是刻有一个字，好像是一个人加一个苗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个字好像没见过。这个字我也没有见过，难道是凶手随手乱写的显然不是。如果是乱写的，不太可能在2个人的脸上都刻了同一个字。为了解开这个字的谜底，蓝冰特地去了一趟他以前上的警校，请教了文学专家崔成教授。蓝冰啊，没想到你才工作1年就当了刑警2队的副队长，后生可畏啊。老师，我只是个代理副队长。那已经很不错了，很多从警校出去的，工作好几年还没转正呢。2人寒暄了一会后，蓝冰把一张照片递给了崔教授。照片上拍的是凶手在被害人尸体上刻的单加一个苗字。这个字我印象中在新华字典里好像是没有这个字的。对，我查过新华字典，确实没有这个字。你觉得这会是一个字吗？还是前面的单是另外一个没有写完的字？我觉得这应该就是一个字。你看这个人和苗字的间距很短，如果他要刻是另外一个字，应该留出更大的间距。而且这个字我好像在哪本书上见到过。对了，我想起来了，是在博物馆上周展出的一本古书上出现的文字。当时考古学家还特地介绍了一下这个字，说这是新发现的字，这个字和毛同音同义，都是对小姐的称谓。小姐又是小姐，粉头也是小姐的意思。3个案件都涉及到与小姐的相关词。现在从于丹案中凶手掉落的刀柄上已经提取到了犯罪嫌疑人的 DNA， 可惜的是在警方的 DNA 数据库里并没有此人的 DNA 数据。不过这份 DNA 数据并非一无是处，这可是重要的证据，只要有了嫌疑的对象，拿他们的 DNA 就可以做比对了。
然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命案再发，一个叫万青的年轻女子在家中被害了。同样是老旧居民楼，同样是附近没有监控，同样是飞窗进入室内杀人，同样是对被害人凌迟虐杀。很明显，这凶手和前2起命案是同一凶手。这次凶手更嚣张，他居然用死者的手机通过定时功能给警方拨打报警电话。警察同志，我叫万青，凶手要我告诉你们，你们别白费心机去查什么飞贼了，他不属于飞贼圈的，想要抓到他等下辈子吧。请你们听到这通电话后，到西宁路海通小区7栋602号房来救我。你们是谁擅自去外围调查飞贼、打草惊蛇的？都对，是我的错，这个责任我来负。我以为到外围去问那些前科的飞贼，会得到更多信息。这可是一条人命，你负得了这个责任吗？就是因为你的擅自行动惹恼了凶手，他才会这么快再犯案。罗队，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，当务之急是集中精力要揪出凶手。蓝冰，那你说咱们现在该怎么做？现在我有90%的把握，于大案应该是凶手犯下的第一宗案件。根据他在现场遗留的下来的小刀，我已经让人提取到了他的 DNA。只要我们把男士有前科或者没前科的飞贼比对一下 DNA， 我相信应该会有收获。我始终觉得凶手应该是个飞贼。从心理学的角度说，一个人越是否认别人对他的怀疑，越说明他心虚。你分析的很有道理。从现在你们每个人带来一批辅警，去比对男士所有飞贼的 DNA， 一个都不能落下。是。为了破这个连环凶杀案，江南分局全局上下忙了2天后，大家把男士有前科的没前科的飞贼都比对了一遍 DNA， 结果没有一个比对成功。难道我的判断有误？凶手不是飞贼，难道？蓝冰突然灵光一闪，激动起来。这个凶手是飞贼应该没错，但他有可能并不是男士的飞贼，有可能是外地流窜到男士作案的飞贼。因为蓝冰刚获得倍速观看技能，为了稳准些，蓝冰除了查看近1个月男士的汽车站、火车站、高速路口的监控视频外，还查看了博物馆的监控。因为蓝冰相信这个凶手应该是看了那本展出的古书，才学会了那个特殊的字。